晚上10點47分，信箱突然跳出一封內部郵件，主旨只有幾個字：人員調整執行清單，最終版。附件已經打開，我的名字就在第12行。終止聘用。通知時間：明天下午3點。我盯着那一列看了2遍，真正讓我停住的卻是後面的備注：北辰零售專案最終驗收簽字完成後，再通知本人。也就是說，公司打算讓我明天上午替最大客戶簽完最後一頁，下午再告訴我，我已經不需要回來了。我往下掃，11人的團隊，8個名字被列進裁撤名單。唐雨嫣不在裡面，他是我手下最熟北辰專案的人之一，也是最可能被留下接手的人。7分鐘後，撤回通知到了，寄件人沒有解釋，只要求忽略前一封。我沒有截圖轉發，也沒有把附件傳給任何人，只回了一句：收到撤回通知。手離開郵件後，我先關掉附件。這封信能告訴我公司想做什麼，卻不能成為我明天拿去質問誰的武器。它是務季的機密，我一旦靠它自保，所有問題都會被拖進洩密爭議。我重新打開平常就有權限查看的北辰專案資料，驗收文件、合約履約表、部門損益、近半年的成本中心，這些才是我能公開拿上桌的東西。明天11點半要驗收，下午3點要通知裁員，2個時間被排得太整齊。我不需要證明那封郵件是真的，我需要在簽字之前查清楚公司為什麼認為我的團隊最該被裁。那一晚，我沒有先替自己找退路，我先從最普通的一張部門損益表開始查。企業解決方案部的月度損益一打開，我第一個反應不是害怕，而是不對。報表上寫着負毛利，可北辰和另外3個大客戶都還在持續付費。我把4份合約拉到旁邊，一筆一筆對收入。近2個月的續約款確實進了公司，只是收入歸屬被轉到了增長中台，交付、維護和人力成本卻還完整留在我的部門。這種算法很簡單，錢被拿走，成本留下來，原本賺錢的團隊自然會在表上變成虧損。問題是，這到底是正常的組織調整，還是裁員模型本身就用了不同口徑？早上9點多，彭志遠的電話進來，他沒有提任何人事消息，只提醒我，北辰11點半照原計劃驗收，別讓客戶等。我回得很平，只要交付狀態符合驗收條件，我會準時簽。電話那頭停了1秒，才說，現在公司要的是穩定。他越客氣，我越不想猜。我把4個客戶的數字重新列成同一張表，然後叫團隊依正常專案復盤流程，核對近半年的收入歸屬和成本中心。唐雨嫣很快把4筆月底調整單找了出來，他把編號貼到共享表上，這4筆都是營運長辦公室送進來的，我以前沒注意他們會影響部門毛利。我沒有讓他往人事方向猜，只讓他把原始單據和生效日期補齊。4筆調整的來源一致，至少證明這不是報表偶然跑錯。距離11點半越來越近，我已經有了一個能公開問的問題：如果收入已經轉走，為什麼成本沒有一起賺？我去找顧清言時，只帶了4份合約和調整記錄，沒有提那封被撤回的郵件。他翻了2頁就抬頭：你要證明什麼？證明比較基礎是不是一致？我把4個客戶的服務義務圈出來，收入進了增長中台，但交付責任還在我這裡。這樣算部門效率有問題。顧清言沒有替我接話，他把文件推回來一點。江瑤，你要證明模型錯，不是證明你值得被救。這2件事差很多。那句話我聽懂了，可我仍然盯着財務系統裡的轉記記錄。這些調整是從財務過的，你之前完全不知道它會被拿去做部門比較。顧清言的眼神一下冷下來。你如果已經認定財務和營運一起做局，
就別來找我驗證。他直接調出流程記錄，把授權碼和申請來源放到我面前。記錄很清楚，財務依授權碼執行組織歸屬調整，模型設計和比較方式由彭致遠那邊主導。是我把執行過轉記直接等同成了參與設計。我收回那句質疑，這部分是我判斷太快。對不起，顧清言沒有說沒關係，只把螢幕轉向我，讓我看同一份模型的原始口徑。他接着說，還有一件事你最好先接受，公司的現金流壓力是真的，就算模型中算，也不可能11個人全部留下。我沉默了一會兒，那是我第一次把查出不公平和阻止所有人離開分開。公司可以裁人，但不能拿2套不同算法決定誰該走。離開財務辦公室時，我的目標變了。我不再追求一個不可能的零裁員結果，我要的是同一把尺，而且那把尺必須經得起所有人的檢驗。回到部門，我把共享文件最上方的查核目標改成一句話：收入和成本，使用同一歸屬口徑。沒有任何人的名字，也沒有裁員2個字。公司裡的氣氛卻已經藏不住了。人資行程被排得密密麻麻，幾間會議室臨時封鎖，群組裡開始有人問是不是下午要公布名單。有人直接來問我，江總，你是不是知道什麼？我只能回答，我無法確認任何未公開的人事資訊。現在先把手上的工作狀態寫清楚。我要求每個專案把完成、未完成、待客戶確認分開標記。尤其北辰，任何還沒做完的服務項目都不准為了方便交接先關掉。這個回答沒有讓大家安心。相反的，幾個人看我的眼神更沉了。他們大概認為我知道的比說出來的多，而這一點，他們沒有猜錯。可我不能用誤收的名單換取短暫信任。我能做的是確保今天留下的每一筆記錄都是真的，讓任何人明天接手時都不能拿一個假的已完成掩蓋問題。就在這時，唐雨嫣從專案系統裡找到了一個比傳聞更具體的東西。他被設成北辰後續接管人，生效日就是明天。唐雨嫣把筆電轉到我面前，接管欄位裡清清楚楚寫着他的名字。他沒有繞彎，你早就知道我要接整個北辰，是不是？我沒有參與這個安排，我只能說到這裡。他盯着我，那為什麼你今天什麼都不肯說？大家都在猜誰會走，我卻突然被設成接管人。他的聲音壓得很低，如果我被留下，是因為要接別人的位置，我現在就可以辭。我把他準備關掉的筆電按住。別用一個你還不知道全貌的安排懲罰自己。被留下本身不是錯。先告訴我，這個接管設定之前還發生過什麼？唐雨嫣沉默幾秒，才把3張工單叫出來。營運長辦公室先前要求他把3個服務項目改成已關閉，理由是方便最終驗收和後續交接。這一個我沒改，他指着其中一項，客戶的權限問題還沒解完，我不敢寫完成。另外2個我也只標成待確認。我重新翻北辰合約，3個項目都不是內部可有可無的代辦，而是明確寫進服務義務的內容。只要他們沒有真正關閉，最終驗收就不該簽。我看向唐雨嫣，你不用替任何人背書這3項已完成，把原始狀態保留。接下來所有修改都走正式流程。他沒有再問名單，那道裂縫沒有立刻消失，但我們至少重新站到了同一個事實上，北辰還沒完成，而我有正當理由拒絕簽字。11點半前，彭致遠把我單獨叫進會議室，桌上已經放好北辰驗收文件，他把簽字頁推過來，別把內部事情帶進客戶交付。今天照原計劃完成。我沒有碰筆。3個未結服務項目，誰確認已完成？他皺了下眉，那些是後續優化，不影響主體驗收，
我把合約條款翻到對應頁，這裡寫的是服務義務，不是可選優化。彭致遠的語氣沉下去，江瑤，公司現在需要穩定。你如果因為個人情緒延誤重大交付，管理記錄上會留下來。我把簽字頁推回去。專案沒有完成，我不能簽完成。這跟我的情緒沒有關係。原定11點半的最終驗收因此停住。沒有人替我兜底，也沒有人告訴我這個決定會不會讓下午的人事通知提前落到我頭上。我回到工位，直接啟動公司既有的重大客戶風險升級流程。3個未結事項，對應合約條款，目前責任人，全都按正式格式提交。同一份風險單裡，我把收入歸屬和成本歸屬的差異列成另一項管理風險。沒有放那封郵件，也沒有引用任何未公開的人事安排。送出按鈕亮起時，我停了1秒。這一步出去，事情就不再只是我和彭致遠之間的口頭爭執，而會留下完整的程序記錄。我按了送出。不到10分鐘，管理層會議通知就進了行事曆。彭致遠沒有再叫我私下談，他選擇在那裡正面質疑我的動機。緊急會議開始，彭致遠沒有先談北辰。他先看着我說，江瑤今天的行為可能和他接觸到未公開人事資訊有關。會議室裡沒人接話。我沒有否認，我確實誤收過一封不該收到的郵件，也收到撤回通知。我不會引用裡面的內容。我把4份合約放上桌。我今天所有主張只基於我正常權限內能取得的資料。先看這4個客戶的收入和服務責任。彭致遠立刻把原重組模型投到螢幕上。企業解決方案不是負毛利，裁掉8人，賬面上能省下最多人力成本。光看那一頁，他的模型甚至比我的質疑更完整。這就是最麻煩的地方。錯誤不一定長得荒唐，他常常只是把每一個數字都放在對自己有利的位置。我指着收入欄，這裡用的是收入移轉後的新組織口徑，在指成本欄，但這裡仍然是移轉前的舊口徑。兩欄不是同一個比較基礎。彭致遠反問，組織整合師已批准政策，你不能因為結果對你不利，就否認它。我沒有否認收入可以轉，我回答，我要問的是，為什麼同一個模型只轉收入，不轉對應的交付成本？顧清言這時把流程記錄接上來，確認財務執行過歸屬調整，但沒有替模型的比較方式背書。會議的焦點終於從我是不是在自保移到這套算法能不能拿來裁人。但光指出口徑不同還不夠。彭致遠的模型已經算出完整結果，我必須證明一旦統一口徑，裁員排序真的會變。我把北辰和另外3個客戶放到同一張對照表上，左邊是已被移到增長中台的收入，右邊是人留在企業解決方案部的交付與維護成本。如果收入歸新組織，成本就必須跟着相同責任邏輯重算，否則這不是比較效率，是先把一個部門的收入拿走，再用剩下的成本證明它沒效率。顧清言把他獨立重算的結果投上螢幕。一致口徑下，企業解決方案不但不是負毛利，還是穩定獲利。原本的裁員排序因此大幅改變。彭致遠立刻說，收入移到增長中台是董事會批准的整合方案。我點頭，可以轉。我從來沒說不能轉。但如果組織責任真的變了，成本也要按同一責任轉。如果責任沒變，就不能只把收入轉走。兩種都可以，不能一半用這套，一半用那套。他沒有再糾纏那張表，轉而說人力調整和北辰驗收是2件事。我把唐雨嫣的接管工單時間和3個未結服務項目排到同一條時間線。接管設定在前，最終驗收在後，人事調整又排在驗收完成之後。單看任何一件都能解釋，可放在一起，
風險已經很清楚，未完成的責任正被要求先變成已完成。我沒有說這證明誰故意做了什麼，我只說現在這個裁員時點會直接把未完成的客戶責任轉給留下的人。如果我們先完成，後面連追責基礎都會被改掉。顧清言補上一句，目前模型不能再作為執行依據。口徑一變，排序就變。桌上的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相信我，而是公司敢不敢在下午3點繼續照一套已被證明會改變結果的模型發通知。最後的決定落到羅正恆手上。羅正恆沒有問誰比較委屈，他只問2個問題：北辰現在算不算真正完成？這份裁員模型是不是用同一套口徑比較所有部門？沒有人能對第一個問題回答是。第二個問題，顧清言也直接回答不是，需要重算。羅正恆當場做了決定，下午的人員調整公告暫停48小時，北辰最終驗收同步暫停，3個未結服務項目真正關閉前不得先簽完成。接着他把統一口徑重算交給顧清言，所有部門重新比較，收入、成本和實際責任必須使用同一套規則。我贏到的不是8個人的工作，只是48小時。那一刻我甚至比剛看到名單時更清楚，模型改正之後，公司仍然會有人離開。走出會議室，我沒有對團隊說沒事了，我只告訴他們人事決定暫停，專案狀態照實記錄，剩下的結果等正式通知。這一次，沒有人再追問我是不是知道名單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落在同一件事上，48小時後，重算會留下什麼結果？48小時後，顧清言把新方案帶進會議室。第一句就很直接，公司仍然必須縮編，但原方案不能用。企業解決方案部原本要裁8人，重算後變成3人。另有幾名資深同事可以轉入仍有實際收入責任的客戶團隊，不再被同一張名單一次切掉。公司也加入內部轉調和自願離職選項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員調整不再綁着先把交付簽完，再突然通知的安排走。我沒有因為數字從8變3就覺得輕鬆。3個位置背後還是3個真實的人。公平的算法不會讓代價消失，它只是不讓代價落在被扭曲的基礎上。彭致遠被解除這次重組的主導權，董事會開始審查模型設計和風險安排。會議裡沒有人宣布誰贏了，原本由他掌控的決策權卻已經正式移開。新的名單裡，我不再因為那個負毛利數字被列為必裁。公司反而問我是否願意接下更大的企業交付與營運效率責任。2天前，我還在一封誤寄郵件裡等着下午3點被通知離開。現在，決定去不去的人變成了我。但我沒有立刻答應。公司如果只想留住一個能救火的人，而不改造成這場錯誤的流程，我留下來沒有意義。新的任命文件送到我桌上時，我沒有先看職稱。我把另外3條要求寫在紙上，帶回管理會議。第一，收入和成本必須使用同一套歸屬規則。第二，未完成專案不得用虛假驗收當成人員調整前置。第三，接管別人工作的員工必須清楚知道責任、權限和對應職級。有人問我，這3條是你接受任命的條件？我回答，是。不是口頭承諾，要寫進流程。公司沒有當場叫我妥協，而是把流程修正文送回來。顧清言逐項確認財務口徑，接管責任也被正式寫清楚。最後一版放到我面前時，我才拿起筆。這次我簽的不是一張把問題藏起來的驗收單，而是我自己願意承擔的新責任。唐雨嫣後來找我，先為那天的質問道歉。我搖頭，你不用為被留下道歉。被留下本身沒有錯，重要的是誰替你做了決定，你有沒有被告知要承擔什麼。
他點了點頭，沒有再把留下當成一種虧欠。我也不再把保住所有人當成唯一正確的結果。我選擇留下，不是因為公司突然變得值得信任，而是因為3條規則已經落成文字，而我終於重新拿回了自己的去留選擇權。最後離開的3名同事，我一個個陪着完成交接。工作成果、負責過的客戶、未來可用的推薦，我都整理清楚，不讓他們的離開只剩下一行人事結果。我沒有告訴他們這是一個完美結局。該離開的人還是離開了。制度修正能阻止錯誤擴大，卻不能把所有代價抹掉。後續董事會審查確認，彭致遠設計的模型比較口徑存在刻意偏向。他失去管理信任，最後離開公司。那個結果不是靠他在會議上承認什麼，而是記錄自己說了話。唐語嫣則以正式培養路徑留下來。他接手新的責任前，先拿到清楚的職級和權限，不再是某張交接表裡模糊的替代者。1週後，北城3個位階服務項目全部真正關閉。我重新做回驗收桌前，把每一項完成狀態和合約逐一對過。最後一頁停在我面前。我想起1週前那句備註，先讓我簽完，再通知我離開。現在同一支筆還在手裡，可事情已經完全不同。我確認文件和事實一致，才簽下名字。就在那時，信箱收到公司公開發布的組織調整流程更新、收入成本口徑、接管告知和專案驗收都被寫進新規則。我關掉郵件，收起驗收文件。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我有沒有躲過那張名單，而是從此以後，至少有人必須用同一套標準，對每一個人的去留負責。